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新剧热议，从贪图到家园，见证一座城的崛起。赵丽颖从农村姑娘逆袭成实力派演员，新剧《造城者》演绎80年代创业传奇，贪图建成的背后，是镇长与书记的博弈，村民与干部的协作，更是短期利益与长远格局的较量。一座城的诞生，靠的不是许愿，而是硬扛。如果把85后女演员排成一溜，赵丽颖永远像那颗逆风长的科班没有，后台没有，入行靠一股不服输的猛劲儿，这在一碗颜值及通行证的饭里，简直像拿筷子去挖井。可偏偏就是她，一边被吐槽圆脸甜香，一边硬是靠角色从群众演员走到台前。现在他又拎着一部年代创业剧来了，《造城者》。从一片滩涂上抠出一座城，听着就费劲儿。更扎心的是，建成的两位主心骨刚见面就不顺眼。这戏问的直接，一座城到底是靠炒出来，还是靠干出来？先把人和事摆清楚。赵丽颖的起点说白了就2个字：清零。前面5年跑龙套，后面7年打配角。换谁心里不打鼓？他没绕弯子，没去堵脸，干脆把精力全扔进演戏里。姗姗来了热度一上来，被说傻白甜也不躲。紧接着一部古装权谋戏把他推到更亮的舞台，算是真正被大范围看见。后面一路开闸，花千骨火出圈，楚乔传与凤行知否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轮番上场，能文能武，口碑一部接一部。19年，农村姑娘，台前演员，再到能拿项目话语权的那类角色，跨度不是一般的大。也因此，造成者由他领衔，沃尔就对了，踏实、韧劲儿，能扛事。这戏改编自一部写农民建成的小说，阵容不虚，赵丽颖、黄晓明、朱媛媛、陈明昊打头，秦俊杰、耿乐、于矮磊、刘威蕊、张国强等一众实力派跟上。时间拧回到上世纪80年代，政策风口正劲儿，平海县为了加快发展，拍板新设一个城镇，取名粤海镇。消息落地，上上下下都炸了锅，干部的动，百姓也盯着，谁不盼家门口有个新天地？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眼疾手快，得知要选拔参与建设，立马报名。黄晓明饰演的郑德成更早听见风声，心里话就一个，别人都是陪跑。俩人一碰头，火花四溅，谁都不想服谁。县里左右权衡，最后定了格局，李秋平任镇长，郑德成任书记，磕磕绊绊里开干。问题是，粤海镇那会儿还是贪图，嘴上跑得再快，泥的里也会打滑。上面的钱迟迟没到位，人手没有，资金更紧，建设卡壳成了常态。这个节骨眼上，李秋平和郑德成没躺平，而是直接把话挑明，城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家一起抬起来。两人带着队伍挨家挨户做工作，把胆子大、有眼光的农户组织起来，大家把钱攒一处，合伙干活，再去对接建筑队。施工一开，画风就变了，挑水的挑水，搬砖的搬砖，干部和百姓拧成绳。临时工地就是临时议事厅，但别浪漫化，矛盾来了他不常招呼。村里人第一反应是方便自家，修路最好直奔的头儿，秋收时车能直开。基层干部看得更长，考虑未来城镇布局，产业跑道不能今天省2步，明天绕大弯。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争到脸红脖子粗，再压一压火，换位边退边进的找交集。就是在这样的掰扯里，一条条路线，一个个节点被抠出来，粤海镇渐渐从草图走成实体。人和城彼此成就，这背后真正刺人的是他把发展这件事剥了层皮。先说组织逻辑，镇长和书记搭班子，是行政效率与组织动员2条腿。钱不到，人不齐，最难的不是方案，而是信任，谁敢第一把压上去？这时就得靠把账摊在阳光下，风险
收益怎么分？3句话说清楚，村口的大爷大妈才会把攒下的票子往里放。他还透露了80年代一个关键的劲道儿，在资源紧张、政策兜底有限的前提下，社会自我组织能力被激发出来，集体协作像弹簧一样恢复了张力。你说它是创业，也像是一次公共项目众筹的原始版本。再看现实映射，今天许多城市在做更新，常常卡在同一堵墙，短期便利与长期格局怎么平衡？村民希望自家门前先受益，规划部门必须守住城市骨架。冲突不是谁对谁错，而是立场不同。造成者把这个矛盾摆在台面上，说白了就是先进路还是先长路的选择题。片子里用的泥、身汗，把专业语言转成人话，这种降噪很难得。演员阵容也对应的挺巧，黄晓明的角色锋利，像一把推土机。赵丽颖的角色韧劲而足，像一条拉线，两者互相制衡，才可能把工程拉成直线。说点身边话，很多人家都有类似记忆，修路那阵儿，谁家拐角是不是多占了，渠往哪挖更顺手，门口要不要留车位，能吵半天。可只要把具体事儿码清楚，谁出多少力，谁担多少责，最后往往能握手言和。看预告时，我脑子里自动上了画面，雨后泥的踩一脚一个坑，年轻人扛着钢筋往前冲，老人们蹲在路边数着集过来的钱，孩子们追着卡车跑，喜气和焦虑混一起，那就是城的胎动。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就这么一点点被改写，今天的路口，明天的学校，后天的小厂房，慢慢长成一张可奔跑的网。再落回赵丽颖，她的异类气质和李秋平这个角色对得上，不靠许愿，靠硬扛。机会到手就死磕，不给他逃跑的空隙。从被外界盯着脸、盯着标签，到把角色力做成永动机，这样的路径天然是配建成的主题，把一块现实的泥合成一座精神的墙。他从农村走出来，又演县镇场景，台词里不需要端着，身上的那点质感反倒成了可信度。把一个基层女干部的执行力、统筹力、人情味串起来，这活他干得来。也得提醒一句，年代剧里的集体热血不能简单复刻到当下。资金共担，风险共担，在今天的有法律框架、透明机制，把好心办坏事的口子堵上。可那些能把人聚在一起的底层逻辑没过时，公开、沟通、协商、兑现。城市不是堆水泥、撒绿化那么简单，更是安排人与人怎么合作，利益怎么分配，愿景怎么落地。一个镇子从滩涂起跑，靠的是制度的弹性、市场的萌芽、群众的自觉，这3样哪样都不能掉链子。造成者如果拍到点子上，会把建成翻译成2层意思，表层是工程，里层是共识。看客能不能被打动，不在镜头扫了多少机械和吊车，而在他敢不敢把争论拍全，把妥协拍明，把人心拍热。预告已经放出，节奏和气质都有点滋味儿，剩下的就看正片怎么收口。至于演员那句大家都是奔着拿奖去的是玩笑，倒也别太当真，真把这成修稳了，奖是副产品，口碑才是正经家底。在如今的荧幕作品中，能够真正触动人心的题材，往往不是那些华丽的外表和极致的幻想，而是那些扎根于土地、贴近现实，能让观众在其中看到自己影子的故事。赵丽颖的新剧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造城为主题，以一群普通人的坚守与拼搏为主线，讲述了从荒芜滩涂到繁华家园的全过程。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带着极强的现实感与象征意义，而赵丽颖在其中的表现，更是让观众看到了她演艺之路的新突破。当滩涂这个词出现时，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片荒凉、无人问津的画面，泥泞、孤寂，甚至是无望，都似乎成为了它的代名词。然而，在剧中，这片滩涂却成为了希望的起点。一群人怀揣着梦想、责任与坚韧，在这片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
写下了属于他们的造成奇迹。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建设过程，更是一段关于人心、人性以及集体力量的精神史诗。而赵丽颖作为这段故事中的灵魂人物，她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一位女性在动荡与挑战中所散发出的坚韧力量。从观众的反馈来看，这部剧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热议，离不开它在叙事与情感上的真实与深刻。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场景，城市的崛起离不开无数无名英雄的努力，家园的建成背后总有一代代人的辛勤付出。这种代入感让剧情不仅仅是看的过程，更是一次心灵共鸣的体验。赵丽颖塑造的角色不是高高在上的完美人物，而是带着伤痛、承受压力，却依旧选择坚持与奋斗的普通人。这种真与实让角色更具立体感，也让观众更愿意投入情感。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剧并不仅仅停留在叙事的层面，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人与土地、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贪图变家园的过程，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也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认知之间的一次成长历程。赵丽颖在剧中的角色，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她不是被动接受环境的安排，而是在一次次挫折中寻找突破口，带领更多人看到希望。这样的角色设定，实际上和赵丽颖本人一路走来的演艺轨迹不谋而合。她也是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步步靠着努力与坚持，才走到如今的地位。剧中的她与现实中的她，仿佛产生了某种呼应，这也是观众格外容易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点，这部剧所传达的精神内核。它不仅仅是一段造成的故事，更是一种关于信念的传递。贪图的荒芜象征着困境，而家园的崛起象征着希望与未来。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工程建设，而是人们在困境中不放弃、不妥协，最终实现梦想的过程。这样的叙事方式带给了观众极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当下快节奏、压力重重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故事能够给人以鼓舞和慰藉。而从演员的层面来看，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她早已不再是当初被贴上甜美小花标签的演员，而是凭借一部部作品的积累，逐渐走向成熟与厚重。这一次，她将角色的内心世界诠释得极为细腻，把女性的柔情与坚韧融合得恰到好处。观众能够从她的眼神和动作中感受到角色的挣扎与坚定，这种表演功力正是她多年来不断磨练与突破的结果。可以说，这部剧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故事的完整呈现，更让人看到了赵丽颖作为演员的又一次升华。总结而言，这部新剧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荧幕的范围。它不仅让观众在观看中收获感动，更让人们在思考中得到力量。贪图到家园的转变，既是一段现实的缩影，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只要有信念、有团结，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而赵丽颖在其中的表现，更加坚定了观众对她的认可与喜爱。她用角色传递力量，也用演技证明了自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我们被这样的作品触动时，不妨也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一片贪图？也许它是生活中的挫折，也许它是工作上的困境，也许它是心灵深处的迷茫。但请相信，只要我们像剧中人一样，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把这片贪图变成属于自己的家园。生活的意义，不就在于不断的建设与创造吗？所以，当你看完这部剧，不妨带着它的力量继续前行。不要惧怕困境，不要害怕失败，哪怕前方是泥泞，也请相信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铺路。赵丽颖和这部剧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与勇气。愿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人，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建起梦想的家园，迎来属于自己的崛起时刻。王一博再刷存在感，赛车、滑雪、攀岩、帆船全能跨界，标签实至名归。王一博，系统是给你发布了什么户外任务？酷盖不遇只是一味放照，很符合他的性格，配上自己的3个小表情，就这么水灵灵的上热搜了。在人气上，我们大漂亮向来如此。仅凭一张攀岩照，顺带着把飞天梗玩出花样，敦煌迎来泼天富贵，这就是王一博的魅力开屏。惊喜持续不断 ，HH 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与王一博合作的过程，原来我们看到的短片是在36个小时内完成的。在挪威奥勒松3大场景无缝切换，导演都感叹，没想到这次合作，王一博让他看到了人类体能的天花板。要知道，早晨航海，中午徒步，下午雪山，品牌要求3场景连拍，全球仅挪威奥勒松能实现。而王一博却能30分钟学会逆风帆船，连船长都被他的运动能力折服。一大早徒步碾压1.9米场务登顶，就是这么水灵灵的，让整个团队对王一博刮目相看。没有偶像包袱，超额完成拍摄工作，瞬间圈了一波粉。整个拍摄团队对他大加赞赏，这个是系统发布任务必完成。就这样，短片一出来，登山、航海、攀岩的画面一应俱全，很符合 HH 的户外探险的调性。而王一博亮眼表现，瞬间登上热搜，很快出圈变旅游宣传片，好多人拍出了电影质感。挪威旅游局该为王一博发终身成就奖。王一博再度印证跨界全能标签，从赛车手到滑雪到攀岩到帆船，他无需扮演冒险家，生来就是践行者。在运动上，这哥们是真的有着使不完的牛劲，感觉他找到了自己的内核力，强的一批。王一博的好人缘岂止我们这群摩托大军们，他的国民度已经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提及他的名字，总会伴随着美好的形容词。品质的保障。随着王一博个人纪录片的播放，他自己逐渐开始享受当下的生活。我们是希望他可以全球巡演，结果他在全球攀岩，更收获了不少的户外达人，开启了自己的全球圈粉之路。接下来我们要开心的分享一下，那就是接下来王一博会继续他的赛车之旅，85号再度驰骋赛车场。这也是继前些天赛车训练后正式参加比赛。闪电蓝的新赛车深的王一博青睐，扛着相机拍个不停，连续3天在 ins 更新。顺带着说一下，王一博真是加入哪个圈，带火哪个圈。自从加入赛车圈 ，Avisu、奥迪、嘉实多、红牛都稳了上来，这都是向来不爱请娱乐明星代言的品牌，居然为了王一博而破格。王一博再刷存在感，赛车、滑雪、攀岩、帆船全能跨界，标签实至名归。有人说，娱乐圈不缺流量，但缺乏能真正打破舒适圈的人。而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位不断突破边界的青年代表。他用一条条亲身实践的轨迹告诉大家，舞台不只是灯光闪耀的地方，也可以延伸到速度与激情的赛道。延伸到雪山的极限挑战，延伸到悬崖峭壁的坚毅攀爬，甚至延伸到浩瀚无边的大海风帆。每一次出现，他都能带给大众惊喜与震撼，让全能二字不再是虚名，而是经过汗水与坚持积淀出来的真实写照。回望王一博的跨界之路，会发现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为了博眼球的噱头，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长期坚持的结果。赛车是速度的竞技，也是心智的博弈。从少年到如今的成熟青年，王一博多次站在赛道上，接受发动机轰鸣带来的热血考验，一次次弯道超越，不仅展现了他作为车手的敏锐与冷静，更展现了他无惧风险、迎难而上的精神。许多人第一次见识到他的赛车身影时，都不敢相信台上光鲜亮丽的偶像居然能在赛道上拼尽全力，这份反差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如果说赛车是对勇气的考验，
那么滑雪则是对身体与意志的双重磨练。王一博驰骋在雪道的身影，早已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榜样。他不是为了追求镜头的曝光，而是真正投入到滑雪运动中，一遍遍训练，一次次摔倒又爬起。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提升了技巧，更培养了坚韧的意志。很多粉丝说，看着他从零开始，一步步成长为滑雪高手，就像看到自己追梦的影子。原来努力真的会有结果，原来坚持真的可以看见改变。而当王一博出现在攀岩项目中时，更多人被彻底折服。攀岩需要的不只是体能，还有心理素质。面对高耸入云的岩壁，任何一个小失误都可能导致失败甚至危险，但王一博依旧选择了挑战。他用稳定的动作、流畅的节奏攀爬向上，那种专注与坚定，仿佛告诉所有人，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向上的攀登。尤其是他在某次攀岩动作中被赞美神似敦煌飞天，那一刻更像是艺术与运动的完美结合。他不再只是一个运动员，而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这种跨界的意义，不仅在于动作的美感，更在于传递出一种超越自我的力量。帆船则是另一种极具挑战的领域。大海的辽阔与不可预测性，让帆船运动充满未知与冒险。王一博站在甲板上，迎风破浪的身影令人印象深刻。他并不是在享受一场简单的体验，而是真正投入到航行的学习与实践中。如何掌控风向，如何与队友配合，如何在突发状况中保持冷静，这些都是帆船运动的考验。而王一博一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仅能掌握规则，更能在挑战中展现超强的学习力与适应力。正是这种不惧未知、敢于尝试的精神，让他成为年轻一代心中真正的榜样。从赛车到滑雪，从攀岩到帆船，每一项运动都是独立的世界，都有着不同的难度与门槛。而王一博能够在多个领域不断突破，靠的绝不仅仅是天赋，而是那份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对生活无限的热爱。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特质，就是不轻易定义自己，也不被外界的眼光限制。他敢于跨界，敢于挑战，敢于让偶像这两个字不再单薄，而是充满厚度与力量。他不满足于现有成就，总是勇敢走向未知，用实际行动不断刷新全能的标签。更重要的是，王一博的跨界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挑战，而是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大众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他告诉年轻人，人生不是只能走一条固定的道路，而是可以有无数的可能性。你可以是歌手，也可以是运动员；你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冒险家。只要你敢于尝试，就能在不同的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很多人因为他而开始接触运动，很多人因为他而重新燃起对梦想的热情。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他的跨界不再只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引领了一种时代的风潮。当然，在这条跨界之路上，王一博也面临不少质疑和挑战。有人怀疑他只是玩票性质，有人担心他过于分散精力。但事实证明，他用一次次专业的表现，打破了这些质疑。从拿到职业赛车手执照，到滑雪、攀岩和帆船中的扎实训练，他的每一个领域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脚踏实地的投入。或许这就是王一博最大的魅力，他从不急于解释，而是用实力说话，用行动来赢得认可。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王一博能够在这么多领域不断跨界，并且收获掌声？答案或许很简单，那就是热爱。真正的热爱会让人不惧困难，会让人享受挑战，会让人无惧质疑。王一博身上展现的正是年轻人最珍贵的品质，敢于做自己，敢于追逐心中的热爱。无论前方是风是雨，他始终选择勇敢出发。这种精神其实正是很多人需要的力量。作为观众，我们在欣赏王一博的作品与表现时，更应该从中看到一种启发。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止一条轨道，也没有固定的模板。你完全可以像王一博一样，去尝试，去跨界，去不断探索自我。在尝试的过程中，或许会遇到失败，或许会经历质疑，但正是这些经历，才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厚重与丰富。不要害怕改变，不要害怕未知，勇敢走出去，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全能选手。最后，想对所有观众说，王一博的故事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生活态度。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生最大